本期视频为你带来2024年春节期间10至15万高性价比汽车推荐。我将每款车型的推荐时间表列在视频下方，所有价格均取自经销商价格，且各个车型的性能参数、推荐理由均会在视频里标出。做这个系列是因为该价位段是中国消费者主力购车区间，通过对这些车型的整理，可以窥探最新汽车发展趋势。同时，我也会讲很多干货的汽车购车知识和2024年行业预测，不管是对第一次购车的小白还是进阶玩家，相信都能有一定帮助。但工作量很大，毕竟制作了大量精美 PPT 和万字买车知识文档，这是真的很累。所以本期视频如果对你有帮助，请务必记得关注3连，这对我真的很重要。如果数据好，我也会继续把这个系列做下去。本期视频的车型推荐排名不分先后，首先从轿车说起，推荐第一款车型吉利新锐，轴距2800毫米。吉利新锐性价比最高的车型为 2.0T 尊贵型，近期全国最低成交价12.5万。新锐前脸采用家族式格栅布局，直瀑式的中网设计提升了前脸的霸气感，醒目的灯组设计配上引擎盖处金线的巧妙衬托，使该车型前脸更具运动感。内饰上，宽敞的中控台上悬浮着一块高清液晶显示屏，大部分功能按键被整齐地放在屏幕下侧，形成一字形排列，简约却充满科技感。2.0T 尊贵型标配很多主动安全系统，前方碰撞预警、主动刹车、车道保持、360度全景影像、透明影像、全速自适应巡航、雨量感应式雨刷，并且还有自动泊车入位。液晶仪表也从7英寸升级成了12.3英寸。第二台车艾瑞泽8，轴距2790毫米。艾瑞泽8性价比最高的车型为高能版 2.0T DCT 域，近期全国最低成交价为11.39万。艾瑞泽8充分展现全优凌波美学，凌波钻切前格栅，凌波动感豪华宽体车身尽显动感大气。贯穿前脸的镀铬饰条，再配上两侧精致的头灯组，符合当下大部分人的审美。内饰部分，艾瑞泽8多了一丝典雅大气的感觉，真皮包裹的3辐式平底方向盘握感出色。2.0T DCT 域也是艾瑞泽8的顶配车型，增加了后方碰撞预警、倒车车侧预警、并线辅助，主动式 DMS 疲劳检测、侧安全气囊、前排膝部气囊、全速自适应巡航、内置行车记录仪等等配置。第三款上汽名爵 MG7，轴距2778毫米，性价比最高的车型为2023款 1.5T 智美优雅版，也是 1.5T 的顶配版了，全国近期最低成交价12.5万。MG7 也是名爵黑标的首款旗舰车型，黑标代表着名爵对优雅运动的极致表达。硕大的中网就像鲨鱼的牙齿，两侧的进气口和大灯也很好的配合了这一设计，侧面流畅的线条和溜背的设计也处处展现优雅的气质。内饰上，名爵7的用料相当厚道，中控台表层都用了软包材质，下方采用水波纹压印工艺，细节满满。智美优雅版标配前方碰撞预警、主动刹车等主动安全配置，同样也搭载了 L2 级的辅助驾驶。车侧盲区影像和360度全景影像功能都对新手更加友好。天窗还升级成了 1.8 屏的可开启全景天窗，主驾的座椅也升级成了带加热功能以及腰部调节功能。音响也从6个升级为了9个，并且还是 BOSE 的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因为是掀背车型，所以后排的头部空间会偏小。第四款车领克03，轴距2730毫米，性价比最高的车型为2023款 1.5T DCT 劲 Pro， 全国近期最低成交价13.38万。领克是吉利和沃尔沃合资成立的高端品牌。领克03的外观设计时尚动感，前脸采用了领克家族式的设计语言，具有极高的辨识度。因为主打运动，所以领克03在操控性能方面表现出色。其悬挂系统经过精心调教，能够提供良好的操控稳定性。内饰上，领克03的中控台略微向驾驶员处倾斜，内饰大多采用了真皮材质包裹，这不仅在用料方面显得非常厚道，同时还提高了车内整体的质感。Pro 为03的顶配版，与 Plus 版相比多了主动安全预警系统、主动刹车、车道保持等等。驻车雷达也从只有后部1颗变成了前后各1颗。辅助驾驶影像360度全景、车侧影像也都是标配。辅助驾驶也来到 L2 级别，方向盘材质也从皮质升级成了真皮。年底大家买车需求高涨，但是我还是要提醒一下，不要被坑了。在了解汽车价格的时候，一定要多问几句，优惠有没有附加条件？是所有车都会有这个优惠，而是展车、库存车才能享受这个优惠？需不需要选装特定配置？需不需要在店里上牌？买保险、贷款？买了车之后必须在店里做保养吗？是现金优惠还是超值大礼包？问清楚这些就不怕被坑了。总之，这种 4S 店套路很多啊。好在我制作了一份万字 4S 购车指南，相信只要是买车车友都能用上。评论区置顶免费领取，只需给我个1键3连就好。这件事情博主完全是公益性质在做的，所以能给关注的也可以给个关注，支持下博主。在 B 站做视频确实很不容易。接着就是 SUV 车型，第一台哈弗 H5，轴距3140毫米，1寸长1寸强，大就是好，好就是大。性价比最高的车型为2023款 2.0T 自动2驱领英汽油版，近期的全国最低成交价在14.28万。如果没有特殊需求，只是在铺装路面使用的话，还是建议2驱版，因为油耗更低。外观方面，哈弗 H5 采用了全新的设计语言，硬朗中又带有几分精致，宽大厚实的整体布局，引擎盖上隆起的2根线条，配合车身腰线，整体质感突出一个硬汉风。粗壮的镀铬进气格栅以及方正的大尺寸头灯组合，更是很好的彰显出硬派的身份设定。内饰上，新哈弗 H5 采用高品质材料打造的内
内饰，无论是触感还是视觉效果都极为出色。中控台布局简洁明了，大尺寸液晶显示屏集成了导航、娱乐、车辆信息等多种功能，操作便捷且科技感十足。H5 采用的是非承载式车身，非承载式车身的优点就是有独立的大梁，底盘强度较高，抗颠簸性能好。缺点就是车身和车架是刚性连接的，在公路行驶时不是很平稳，会产生震动。领英的2驱和4驱版在配置上差不多，最大的区别在于配置了低速4驱、中央差速器锁止功能，如果加3000还可以增加一个后桥差速锁，这个就是偏非铺装路面场景的功能了。对于大众来说用处不大，像智慧躲闪、自动紧急制动、前后碰撞预警等，二者都需要花3000元选配科技包，我觉得还是蛮有必要的。第二台车博越 L， 轴距2777毫米，性价比最高的车型为2023款 1.5TD DCT 尊贵型，全国近期最低成交价11.07万。外观上独具冲击力的视觉特征，包括棱角分明的线条、宽大的盾形中网等，后者与矩阵式 LED 灯组做了巧妙结合，进一步放大了博越 L 的设计感与数字化属性。内饰材质上，车辆内部采用了大量皮质面料包裹，并且在中控台顶部还采用了翻毛皮材质，提高了档次感。全新的4幅式方向盘同样采用了双拼配色，扁平化设计也有了些许运动气息。博越 L 一些主动安全配置都是标配，比如前方碰撞预警、车道偏离预警、主动刹车等等，360度全景影像、倒车影像也都是标配，这点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。尊贵型主要区别在于电动车后尾门、手机无线充电、前排座椅加热，配置也还算不错。第三台车瑞虎8 Pro， 轴距2710毫米，性价比最高的车型为2024款冠军版 290T 2驱闪耀版5座或巅峰版7座，全国近期成交价前者11.49万，后者12.89万。外观上，瑞虎8 Pro 的设计大气，线条流畅，强化了车辆的标志性。车身侧面的设计强调了立体感和肌肉感，车辆背面设计层次感强，贯穿式尾灯提升了视觉宽度。7座版在配置上要好一些，主副驾驶都有座椅的电动调节，主驾驶位还有腰部调节，并且前排座椅也支持加热和通风。其他的主动安全、被动安全、辅助配置基本一致，具体的选择就看你对座位的需求了。第四台长安 CS75 Plus， 轴距2710毫米，性价比最高的车型为 1.5T 自动领航型和 2.0T 自动旗舰型，二者的近期全国最低成交价为11.89万、13.29万。外观上 CS75 Plus 的前脸造型特别霸气，采用了大面积的锥形格栅中网，两侧的进气口造型也是相当动感，再搭配上凌厉的车身造型、大尺寸的轮毂等设计，整体看起来既时尚又大气，拥有特别足的气场。尊贵型和领航型最大的区别在主动安全上，比如减配了后方碰撞预警、倒车车侧预警、疲劳驾驶、主动式 DMS 疲劳监测等。领航型还有 HUD 系统、雨量感应式雨刷等等功能。1.5T 自动领航和 2.0T 自动旗舰型除了动力上的区别，整体配置差不多，方向盘换成了真皮，音响升级成了索尼。这里也提醒一下大家，就算知道了大概的成交价，也不要上来就是屠龙刀，饭要一口口的吃，价也要一点一点的砍，语气和态度要放温和。要知道车是店里的，不是销售的，销售只负责卖而已，这才是能谈成的最重要前提条件。但是在砍价的过程中，销售必然会拿出赠品抵御砍价，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谨慎甄别，赠品高情商叫做赠品，低情商就是强制购买性价比很低的产品，所以也不能来者不拒，咱们要挑值钱的药，有用的药。这里我也列了一个大致的明细表，有需求的可以暂停观看。然后就是新能源车型了。2023年12月，新能源销量占比已经达到了40.7%，正在逐渐被大众所接受，并且新能源免征车辆购置税也得到了延续。对购置日期在2024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期间的新能源汽车免征购置税，其中每辆新能源乘用车免税额不超过3万元，也就是只要发票价格不高于33.9万元的新能源汽车都能免购置税。第一台车五菱星光 PHEV， 轴距2800毫米，也是23年12月发布的新车，性价比最高的车型为150进阶款。外观上，五菱星光 PHEV 采用了新意美学的设计理念，整体线条流畅而动感，前脸采用了无边框的镂空格栅设计，中间的纹路与车标方向一致，显示出富有创意的设计感，而分体式的大灯设计则进一步加强了这种独特性。105进阶款支持快充，电池从9.5千瓦时增加至20.5千瓦时，液晶仪表盘也从7英寸变成了8.8英寸，中控屏从10.01变成了15.6英寸，并且车机也搭载了0OS 智能车机系统，支持联网、GPS 导航、语音识别系统，做到了可见即可说，支持连续性语音对话。车外摄像头也从1个升级为了4个。第二台比亚迪驱逐舰05，轴距2718毫米，性价比最高的车型为120千米旗舰型，近期全国最低成交价12.58万。同价位还有比亚迪秦 Plus DM-i 可选，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。比亚迪驱逐舰05的格栅设计极具特色，采用了无边框设计，层层递进的水平线条使得前脸视觉效果更为有层次感。同时在格栅两侧，这款车型还使用了点阵式布局，从而使前脸看起来更加精致。120千米的版本除了电池变大以外，也支持快充，并且旗舰车型在主动安全上放了更多配置，前后方倒车预警、倒车车侧预警、主动刹车等等。辅助驾驶级别也提升为 L2， 支持内置行车记录仪以及15瓦的手机无线充电，前排座椅也支持加热功能。第三台吉利银河 L6， 轴距2752毫米，性价比最高的车型为2023款 1.5T
HT 125千米 Max 版，近期全国最低成交价13.18万。外观上流线型的车身线条和精致的细节处理，让整车看起来非常时尚动感。车头部分采用了极地标志性水滴涟漪式进气格栅，提升了整车的辨识度。车身侧面线条流畅，贯穿式的腰线让整车看起来更加修长。Max 版多了侧安全气帘、360度全景影像、透明影像，可选不可开启全景天窗、手机蓝牙钥匙、50瓦的无线充电。副驾驶位座椅电动调节，后排杯架、外后视镜加热以及4个车外摄像头。第4台车宋 Pro DMI， 轴距2712毫米，性价比最高的车型为2023款冠军版110千米超越型，近期全国最低成交价在13.55万。外观上整体的车身线条特别简洁，整车显得相对比较硬朗。其车头采取了特色样式的大灯组，辨识度也比较高。110千米超越型和71千米超越型的配置差不多，只有电池大小的区别，但是价格却相差不大，所以优先选择110千米，有前方碰撞预警、主动刹车、车道保持、侧安全气帘、自适运巡航、内置行车记录仪、前排多层隔音玻璃。第5台深蓝 SL03， 轴距2900毫米，深蓝为长安的新能源子品牌，性价比最高的车型为2023款135 Plus 增程版，近期全国最低成交价为13.79万。在外观上，中网采用了新能源车型主流的封闭式设计，两侧分体式大灯眼神犀利，造型与下方日行灯相呼应，整体非常协调。135 Plus 增程版虽然是低配车型，但是在配置上给的也是十分足的，全系的主动安全配置一致，没有因为价格进行减配，在辅助配置上也基本一致，只有03i 车型才配有辅助驾驶功能，但是这些标配配置依然是非常够用的。135 Plus 和200 Max 除了电池，最大的区别主要还是在扬声器数量上，前者为6个，后者为14个。最后我也放一些对2024年的汽车行业的预判吧。首先，今年将是纯电新能源价格继续下探的一年，宁德时代正在梳理产线资源，推动降本，动力电池将进入0.3元每瓦时时代，也就是未来100度的电池加上散热护板等附件，成本差不多在5万。而在1年前，100度的电池包的价格大约要在9到10万，整车售价也都在20万以上。如果按照电池占整车40%成本来算，接下来100度电池车型的成本将来到10万左右。第二，随着 L3 自动驾驶牌照的放开，今年将会是城市 NOA 密集上车的一年，越来越多的车型会开放自己的城市 NOA 功能，并且到24年末，如果谁家新能源没有城市 NOA， 将影响到消费者的购车决策。消费者对智驾的态度是我可以不用，但你不能没有。23年初，以东风为首的车企都在打价格战，那是因为当时技术创新的停滞，大家产品都同质化，新能源从科技属性回归到制造业本质，而智能化是可以帮车企走出价格战泥潭，开启新轮产业升级的。华为在2023年末凭借巨量的研发投入，将自动驾驶提升至一个新的水平。问界 CM7 并不便宜，但依旧卖爆，这是因为它有着超高的智能化体验和良心的价格，构成了极致智驾比。2024年车企在自动驾驶领域的投入将会是前所未有的大。第三，2024年纯电与混动将并驾齐驱，混动车型增速会超过新能源市场整体水平，可能会成为替代传统燃油车的重要部分。第四，市场对高端电动车的需求也会爆发。目前50万以上汽车市场新能源渗透率只有11%，这一细分领域蕴藏着巨大的机会。安信证券也预测，2024 30到40万元、40万元以上价格带新能源车销量将分别增长47%、111%。未来 ET9、仰望 U8 这样的100万级国产车型将会越来越多。之前很多人不看好仰望，但实际它的累计销量已经超过2000台，直接卖爆。杭州的仰望门店甚至络绎不绝，而且能支撑起100万豪车定价的，本质还是国内深耕多年且领先海外的电车技术。2024汽车市场只会更加精彩，博主非常期待。好，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。新手小白购买第一辆车要根据自己的使用场景和诉求挑选，最好和身边懂车的朋友一起，让他帮忙出谋划策，把钱花在刀刃上，下的功夫越深，购买的车型便越合适，这才是性价比的表现，也是本期视频的宗旨。最后，如果觉得本期视频对你有帮助，或者有聊到你心仪的汽车型号，不妨给我个关注和3连。如果视频数据不错，这个系列我也会一直做下去。我们下期再见。